殿下，这是太子妃让属下送来的，粮草只是其一部分。特交代道，毗邻滦州两地的晋州、丰州粮道均已打通，您只管派人通传，2日内自会有人押送粮草而来，管够啊。还有，这是太子妃让属下送来的兵器，说您看了自会明白。他转身又指了指另一车队，长长的队伍排在城门外，远远的看不见尾。明觉目光闪了闪，虽是淡淡应了一声，但任谁看着都知道他们殿下此刻心情极好，左一偷偷瞅了一眼又一眼，心里直发酸，忍不住朝着明觉身上看去，又低头看了下自身。我长得也不丑啊，怎么就遇不上呢？来个人把我也娶了吧。崽崽们自那日收到爹爹的来信，好几天都没有精神劲儿，此刻坐在太阳下，仰面晒着小脸儿，这是他们对于变黑最后的倔强。黑宝哥哥，你说爹爹是不是没看见我们画的小人？3个崽崽如何也想不通，为什么爹爹不安慰他们，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通，一直说娘亲做得对，是他们不乖，惹娘亲生气了，还要再打屁股，心里说的可凶可凶了。可是不知为何，娘亲读完以后却很开心，瞬间就不生气了，还转过来安慰他们。崽崽们小脸皱巴着，满脑子问号。系统将自制的面膜取了下来，拍了拍自己娇嫩的小脸蛋。你们还小，我们大人的世界啊，它复杂着呢。小哥哥一定是懂得多，才那么厉害。几双大眼崇拜地看着筒子那水光嫩滑的黑脸，小手一握，互相鼓了鼓气。几个小家伙坐在院中，拖着下巴，使劲仰着头，企图离太阳更近一点。苏锦看他们傻的都不忍直视。唉，算了，也不能丢了。小孩子晒晒太阳是不错，但你们这差不多就行了，不然我可告诉你们爹，你们又不听话了。自从那个花蝴蝶每天往家里飞，娘亲她就变了，变成了告状精。他可真愁人。3个崽崽心不甘情不愿，故意冲他扭了扭小屁股，完事儿撒腿就跑，快速躲进了屋内。童子，最近在家中无聊吗？还好吧，感觉自己最近好像又白了一些呢。今日收到他夫郎的来信，说到了锦盒的事儿，他这心头总觉得有些不安。童子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那朋友有个小小的忙要你帮一下下，你会答应吗？真的就想忙？那我可以，我还是很厉害的。我就知道筒子你最仗义了，走，我帮你收拾收拾，都安排好了，保管筒爷你这趟旅行舒舒服服的。旅行？对，走吧，我家夫郎会照顾好你的，你可是他名义上的好大儿。你夫郎？系统听完这话还有什么不明白？他家宿主这是要将自己送到滦州边城去。宿主你没有戏！就这一次，你想买什么护肤品我都给你买，就你之前说的那最贵的那一套。我家名爵在外，我总有种危机感，放心不下。筒子你那么厉害，如果你出马，不管是谁想要伤害他都是不行的，我只信你。系统悄悄挺了挺身，苏锦做事没有看见，继续道：你作为咱们家智商最高的人，一切阴谋诡计在你面前都无所遁形，说不定还能在大元留下一段佳话，做个黑将军什么的。我这么厉害？当然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去看看吧。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去边关呢？孩子生来坎坷，没过几天安生日子，就要去受那罪哟！哎呦，我可怜的崽哟！小锦呐，为何要将孩子送去滦州？那里近来要打仗，如何去得了？娘，母亲，你们别担心了。黑宝有个小心愿，天下这么大，他就想去看看，咱们也不能阻止，不是？对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风景。陈北清带着护卫队跨坐马上，如今已是右翼前锋营统领的他，此番正得了谕旨，前往边关。秦姨、母亲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一路我会照顾好黑宝的。哎呀，北清啊，你这一路啊多看顾着些，有什么不适啊，你就将人再带回来啊。好。陈北清早已和妹妹苏锦聊过，自是知道黑宝此去滦州为何，为了让两人放心，还是笑着应下了。
系统昂首挺胸地上了马车，看着马车内的情景，眼神闪了闪，也没出声。陈北清向着众人告辞：“大哥，稍等。”说着，面容冷酷地撩开车帘，将一个超大的木箱搬了下来，动作极轻地放下，朝着周围一个示意，谁也没有出声，这才冲着陈北清挥了挥。一路顺风。车架越走越远，原地一道闷闷的小奶音忽然响起：“我们是不是走了？刚才有一阵晃动，应该是马车出发了。大宝想出来，再等等，我们再走远一些，这样娘亲就找不到我们了。我们可真是太聪明了，既能不和黑宝哥哥分开，还能去找爹爹，好开心啊！爹爹见到我们一定高兴坏了，一定要告诉他娘亲有多坏坏。他打宝宝屁股，还爱告状，他是大老虎啊呜！”几个小家伙缩在一起，一人一句，说得很是欢快。那个，为什么都没有声音了？他坐过马车，知道车会晃动，车辕压过会有声音，但是现在此刻木箱周围站满了人。苏锦双手环抱，面色冷酷地看着木箱一点点打开。秦氏和严氏已是捂住了脸，不敢再看。苏锦弯了弯腰，三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瞬间与他对上，都愣住了。说我是老虎，好啊，定如你们所愿。黑宝到沙岩城了，需要登记一番。系统应声，仔细地理了理自己的衣衫，大摇大摆地下了车。黑人像是在看什么稀有之物似的，一个个目不转睛盯着系统就是打量。随你们看，我童子以后可是要做黑将军的，这点小场面我才不怕。城门守卫认真地核实片刻，恭敬地将文贴交给陈北清道：“陈统领，您带队直接入城便可，只是这位……陈统领，您别误会，只是近来边关戒严，任何人都要细细盘查清楚。这位的容貌实属特别，属下不得不问，还望您海涵。我是来找明爹的。你爹是……好家伙，这么黑，这爹得黑成啥样啊？别说他们沙岩城，就算整个滦州也没听说有这号人物啊。我爹叫明觉，是太子。谁？是太子。这一带的防御稍显薄弱，若敌人从此峡谷……报！明觉抬眼望去，启禀殿下，陈统领奉命前来，属下已经将人带到副营外候着。此外，随行而来的还有您的儿子。你说谁？自称您儿子，就最显眼的那一位。明觉看了他一眼，也没再说，大步朝着营帐外走去。他前几日才收到孩子们的信件，提到有个小哥哥会来找他。苏锦也知道他有个朋友要留在他身边一段时间，其余便没再说。而如今他儿子，而此时的一处副营内，这是太子殿下的孩子？我的娘哎！俺们在外可长见识了，是不是都没事做了？都散开，看什么看？人群瞬间轰散，视野顿时开阔。你好呀，佐伊。刚才那群人说什么？殿下的孩子？我家殿下在外还有这么个儿子，太子妃真乃神人，这生的孩子还有带色的。明觉到时，两人已是大眼对小眼，脸贴得极近，佐伊就差没把眼珠子掉在系统身上了，企图找到一丝白净的地方。佐伊立即闪身退开。系统第一次正式见到明觉，站起身，整了整衣衫，黑黑的小手向前一伸。你好，明觉，我是黑宝，苏锦的好朋友，最好的那种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宿主的男人。明觉愣了一瞬，面上也没惊异，向前一步，郑重道：“你好，我家妻主提过你，很高兴认识你，筒子。”他知道这位就是被苏锦提到过多次的，名叫筒子，自己却从没见过的朋友，是他在乎的人。以后我就在这里住下了，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他松开手，拍了拍自己的小胸脯，认真地保证着。明觉心中有些复杂，他摇头笑了笑，也没说什么。给他安排一下。明觉怕他不习惯，特意向佐伊吩咐了一番。不用准备，在你的营帐里给我加个床位就行，费那时干啥？殿下，这
你先下去吧。罢了，只当他不习惯一忍，毕竟也还是个孩子。你先住几日，若是不习惯，我派人送你回去。苏锦没说他为何而来，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么小的孩子。小瞧我了不是？我既然来了，怎么会轻易离开？我可以到处看看吗？我让人带你去，除一些有士兵看守的，其他你都可去。明觉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伸手递给他一个令牌。这副小大人的模样倒是像他家二宝。不用，我就随便看看，你忙去吧。童子点了点头，迈着小步子，老大爷遛弯似的走了出去。我要是赢了呢？小公子您虽年纪小，可这是军营，我们也不会让着你。你要是赢了，我们自领军棍。不要军棍，你们就叫我黑将军。好，黑将军，小黑将军。一听这话，人群顿时一阵哄笑声。果然还是个孩子。士兵结束了每日的训练，此时无事，也只当逗他玩。来，我大牛陪你练上几招。放心，我下手最有分寸了。他大牛从没见过这么黑的人，就是想趁机会近距离看看。汉子控制着手劲儿，一拳打出。系统心里贼贼一笑，伸手对上，很是坏心眼的带了一丝微弱的电流。汉子瞬间被震得后退半步。系统咧了咧嘴，缓缓地收回手。这一变故，周围的人也惊住了。喂，这我说你放水也不是这么放的呀。牛大壮，你不行你下来。小公子，我与你对上2招如何呀？尽管来，输了可不能耍赖就行。小公子，你注意些啊，我可要出手了。这一次系统没有用手去接，那人脚下一个横扫，只觉碰到硬石一般，被震得猛地收回了腿。系统身子却没有半点晃动，他正了正神色，又挥出一拳，来势要猛了许多。毫不意外的，犹如方才一般被震了回来。他以为牛大壮是因其身份让着他，心里还有些看不上眼。此刻盯着人打量一瞬，诚心拱了拱手。当真是虎符无犬子，在下心服口服。这哪是一般孩子能拥有的体魄，坚硬如石啊！小公子厉害啊！我也要讨教一番。还有我。系统一一应下，心里嘿嘿直笑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不多时，一道道喝彩声此起彼伏。好，以后啊，别叫什么小公子了，叫小黑将军。他们如约叫了他一声小黑将军，虽只是玩笑，也带了几分认同。系统昂首挺胸，故作谦虚的摆摆手。不知小黑将军平日练的什么功夫，可否讨教一二？小黑将军这么厉害，一定是从小就学了吧？系统眨了眨眼，骄傲的情绪瞬间一顿，半天没有出声，赶忙从系统内找了一套拳法出来，脑中过了一遍，故作淡定道：你们要学，我教你们。好，小黑将军大气。左一来了，左一又走了，神情麻木的从一圈圈士兵中退了出去，转身看着那被士兵大笑着高高抛起的孩子，一时有些无言。这孩子这么厉害，殿下知道吗？只有千日捉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如此下去，边城不稳，百姓不安。先前准备一妥，末将愿意打响这第一战。冷将军所言虽是有理，但以末将看，可再等等。兵戎相见，两国征战，终是大事。倘若那时他国发动突袭，我大元怕是要腹背受敌。据消息来报，近来大齐朝政动荡，几位皇子斗得你死我活，应是无暇顾及其他。大梁也与我朝签订了2朝盟约，末将同意冷将军所言，出兵直上。明觉坐在上首，静静地听着，对此心中早有决断。冷将军带兵子时从巫峡一带穿行。系统眨巴着眼，乖乖坐在一旁，听得相当认真。商议完毕，谨遵太子殿下令。几人转身离开，一只比蚊子还小的飞虫自系统手中飞了出去，稳稳地落在了带兵出行的冷将军头上。那飞出去的是我做的小飞虫，可以定位。定位？他似是想到什么，忽然道：那只花蝴蝶也是你做的？对啊，反正他家宿主从没想过要隐瞒他，很是果决地认下了。明觉定定看着他，忍着惊异也没再问，心里却多了些猜测。苏锦的秘密就是这个孩子。太子妃，四皇子失踪了，
皇宫已经戒严，皇上已命御林军全城搜人了。何时发生的？就在今早。据宫中消息，夜间时候还在，早上醒来便没了人影儿。他自己不可能出去。他夫郎给他下的那毒早已深入骨髓，让人痛不欲生。那人已经时日无多了，每日生活行动都困难的人，如何能自己离开？带人沿着大齐、大禹2个官道上去找，务必将人找到。太子妃，悬赏一事有消息了，是自一武林世家传来，其家中独子自娘胎中便已身中鬼毒，此番出动了整个江湖侠士，全力寻人，已带来消息，那人现身大禹皇陵，却无人能将其拿下。将这个给他们。需不需要再确认一番，再将这个？毕竟是这般珍贵的药。不用，这个消息就够了。接下来我亲自去。顺利吗？皇，人在棺材中顺着河道出了大院，棺材已到。好。大师，人到了。大师料事如神，这次幸不辱使命。好。说罢，他手中一抛，这个你拿去，每日服用，与你有益。谢大师。他将玉瓶死死地握在手中，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般，心口带着颤意。大师，日虽然到了，但那人情况极差，神医诊断都说时日无多了，随时会没命。您看，大齐的国君定下了吗？按大师您的吩咐，派人前去暗中注意的三皇子，一切顺利。不出所料，这场宫变应是可成。是吗？3个了，那就差。大师喃喃2句，话语随风逝去，谁也没有听见。此次攻打大元，切记只可败不许胜。为何？大军败退至平崖关，命星自会送上门来。是。新任余皇死死握住拳头，他不知道这人到底要做什么，也不想知道，他只想保命。大师，据报明觉的孩子来了边关，您看。看着大师的作为，他渐渐也反应过来，他们这些被他选中的帝王都有大作用。他一直不敢深想他到底有什么用，但他知道明觉那3个孩子关系到自己的生死，只要捉到其中之一，就能代替自己。这个只能用一次，我要那个孩子无论死活。他将一张暗淡无光的符纸递给了他，那3个孩子可抵4国任意一位国君，有了那孩子就不差了。待命星归位，一切都齐了，世间将重置。毕竟在他心里，他们本就不该存在，他只是让这世界恢复原样罢了。是。大军得胜归来，却把系统忙得团团转。他主动给伤兵熬起了药。刚开始，大夫见孩子积极，于是给他个小炉子让他看着罢了。如今却成了他们营中主力，一个人兼顾10多个炉子，一心10多用，丝毫没出差错。他抓过的药材都不用过秤，精准到一众大夫都有些傻眼。他们这与药材打交道大半辈子的人，也堪堪有这手艺，何况这还是个孩子。难不成面色黑的就比他人要厉害？真不愧是太子殿下的孩子，哪儿都与众不同。小黑将军，快坐下歇歇。不赖。小黑将军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仗打得可快了。男子拖着受伤的手臂，闲来无事与他说起了这一次的战况。那大禹士兵还未来得及出手，便被我一个横扫，送回老家了。要我说，男人这一生还是要上过战场才完整。他说的随意，但是还沉浸在黑将军梦里的筒子深深地记在了心里。大军安顿下来，此时的营帐内，几位将士还在针对此次战役讨论着。冷将军有事但说无妨。太子殿下，末将只是觉得此次战役心有存疑，但愿是末将多虑了。此番交战赢得实属过意，末将曾同那祁连交过手，此人身手不在末将之下。而这次，明觉听着没有打断，思绪却越来越深。
我说冷大将军，你这打了胜仗怎么还打出忧虑来了？他还能故意败给你不成？现在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乘胜追击，趁他们没缓过劲儿，直接打到他们余城下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冷将军有伤在身，这次换我老秦去，保管打的那群孙子回老家。冷闯看着自己被祁连那一刀划伤的手臂，皱了皱眉。只是简单包扎，如今还渗着血水，但这对他而言不过小伤罢了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行了，冷将军先去处理一下伤口，至于你说的事，我会派人去查。他自是信冷闯所言，既然心中有疑，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两军对弈，战术颇多，若敌方故意败北，那此举目的在何呢？平牙关。明觉似是想到什么，眼眸深了深。夜间，明觉躺在榻上，思绪翻转。不远处的一张小床之上，系统假装睡得很熟，为此还打起了小呼噜。这可是他曾经用来应付秦氏的绝妙法子。明觉小声地叹了口气，努力让自己放平思绪。系统还在为自己完美的伪装美滋滋，心里疯狂地呼叫着苏锦。正在赶路的苏锦猛地勒住缰绳，顿了顿道：“说，不要这么冷酷，对你未来的将军朋友客气些。”苏锦缓了缓神，下马朝着身后一挥，也没再赶路，准备休息片刻。将军？谁？我呀！现在可是很多人叫我小黑将军。等我长大以后呀，想到这都是他亲手画下的大饼，现在除了后悔还是后悔。我说你差不多就行了啊，人家逗你玩呢，还当真了。话说你这身体能长大吗？你见过有孩子做将军的吗？系统膨胀的心扑哧一声落了下来，却不知道怎么反驳。看着那不远处榻上的人，冷笑了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：“你想不想你家夫郎呀？哎呀，我忘了，你看不到他，他就在我旁边，还说梦话呢。让我听听，他说什么呢？”还未说完，系统猛地切断了联系。我就不告诉你！哼，宿主最会戳我心窝子了。系统气呼呼地拉过被子盖住了脑袋，他习惯性地扫视一圈，准备睡觉。下一秒却猛地睁开了双眼，只见两个黑衣男子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只听一人道：“你速度快点，这个你拿着，如有人阻拦，实在无法将那个孩子带走，便拿着他自爆，弄死也行。这玩意儿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个，珍贵着呢。今夜无论如何也要成功。”毫无人气的男子犹如木偶似的呆滞的点了点头，一个闪身便没了影儿。孩子？哪个孩子？除了我还有哪个孩子？还没等他疑惑，只见那男子身法极快地穿梭在军营中，夜间看守的士兵都没有察觉，只觉一阵冷风飘过。那个人怎么那么快？别人都看不见吗？为什么？他是怎么办到的？似是想到什么，猛地坐起身，朝着一旁快速道：“太子，有人来了，好像是为了孩子来的。诶，对了，整个军营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孩子了，那个孩子不就是我了？”你睡下，我去解决。别去，那人有一张很厉害的符，你去了有危险的，他是用来将我带走。他答应了宿主要好好护着他夫郎的，反正他也死不了，不能让宿主的夫郎去冒这个险。你快出去，待会儿那个人来了，我跟他走，我死不了的。他想到一个不错的办法，他要给他家宿主当卧底去。哼，关键时刻还得靠我筒子。不可！你快点出去，我答应了苏姐要好好护着你的，快点，我死不了，我的身体就像花蝴蝶那样，不是人没有生命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说着他还示范一番。苏锦同意的，你妻主的意思你总不会违背吧？这一次我筒子一定要去掀了他老窝，给崽子们报仇。系统斗志昂扬，却忘了要同苏锦说上一句，此刻正劝着明觉：“你能联系上他？”对，他同意我这么做的，你要听话。他来了，你从那儿跳出去，别出声。他目的在我，记住，我死不了。明觉没有出去，
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。你忘了那人的本事，还想让3个仔仔去死？如果浪费了这机会，就再也抓不到他了。你再这样，我下次就偷偷溜去，不告诉你了。哎呀，真是急死个桶了！明觉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抹厉色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嗓音沙哑道：“你小心。”系统见明觉出血，他又拉过被子将自己裹了起来，躺下了，只露出半个脑门在外。营帐内似有一阵风刮过，那人扫视一眼，死气沉沉的眼眸对准了小床上隆起的人，手一伸，没有拽动。片刻，他就这般连人带被子扛了起来，转身消失在了眼前。明觉从一侧走出来，看着空荡荡的床榻，对着暗处一个示意。他拧了拧眉心，心中有些复杂。他竟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嘿嘿，被绑架还自带被子，这样就不会被硌着了。宿主一定得夸。对了，宿主。筒子猛地想起，他还没跟苏锦说呢。等我解决了再给他个惊喜。不多时，他看见那死气沉沉的男人将肩上扛着的自己连着被子横在了马上。带出来了。男人不会说话，只是呆愣地点了点头。黑衣人微微解开被子的一角，伸手摸了摸。黑夜下他也没细看，确定是孩子，神色大喜。他翻身上马，一个挥鞭，策马离去。半道系统看见自己又被转手了几人，像是怕被追上，一路都没有停歇。终是在几日后，他被人扛进了一处幽深密林繁茂之地。系统放眼一扫，王家陵墓，那鬼东西就住这儿。可算到了，鬼东西，我筒子来了，等死吧！殿下，这次出动不少人手跟了上去，黑宝那么厉害，会没事的。左一见他家殿下一直盯着手心，动也不动，还当他是在为黑宝担心。这般灵动的生命竟不是活物，那他是如何活动的？傀儡吗？明觉眼中的疑惑越发深。报！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已到城外，现……太子妃。说完，没等人回复，起身便往外走。哼，这男人刚才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这听到了自己太子妃来了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此时等候的苏锦正低着头，无聊地蹭了蹭脚下的石子，看似什么都没关注，却暗搓搓听着他人的对话，听他们左一句小黑将军，右一句小黑将军。苏锦眼中闪过笑意，但家伙在这里混得很开啊，难怪最近这么膨胀，待会儿见到得好好夸夸他。男人脚步极快地朝他走来，眼中盛满了星光，再也见不到他人。天地悠悠，为红颜难逃，暮雾朝朝，我魂牵梦绕。你怎么来了？往日冷峻的面容瞬间一柔，虽是这般问，眉眼却带着笑意。明觉牵起他的手，在掌心揉了揉，带着便往回走。苏锦低头望着被牵住的手，满意点了点头。想你了，就来了。明觉眼色一深，侧头看了他一眼，交握的手紧了紧，什么也没说，脚步更快了几分，一路将人带回了营帐。左一看着两人进去，十分有眼色的站在营帐前当起了守卫，谁来了都不能打扰。明觉刚想将人抱住，想起了黑宝的事儿。有件事，什么事都不重要，现在你就该好好的给我抱抱，过来。明觉眼角划过一丝无奈，一把将女人狠狠抱在了怀里，想到心中的担忧，很快便放开了。明觉唇角微动，刚开口，长长的话语尽数吞没。苏锦面色凶狠，重重地吻了上去。这男人就是欠收拾。明觉很快沉浸在了两人交织的气息之中，良久，两人微微喘息。明觉这次坚定地按住他的肩膀，快速地说道：你能联系上黑宝，那他现在有没有事啊？我这黑宝不是人类，那他是……这才多久，那家伙底儿都露没了，小马甲全被扒了，他有什么事儿？对了，黑宝人呢？说完在心中叫了几句：筒子，
你人呢？我到滦州了，这家伙不会还在生气呢吧？此时的明觉也怔了一瞬，看他一副什么都不知的样子，神色瞬间严肃了起来，语速极快地将系统的事儿说了一番。方才心中好声好气呼喊系统的苏锦，只觉脑瓜子嗡的一下，呼喊的语气瞬间一变，咬牙咆哮道：系统！大鱼黄陵被人放在一棺材身旁的系统缩在被子里，一点也没有身为被绑架者的觉悟。他看着身旁的棺材，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扫了一眼。咦，这位邻居我筒子认识，不就是那位大圆胖皇子吗？他怎么在这里？棺材里竟然还有呼吸呢！还不等他多想，一群下人簇拥着一位面色苍白的男子走了过来。皇，这被子里面就是那个孩子。好，重赏。有了这个孩子，他再也无需担心了。解开。皇，我们试着解过，可怎么也打不开。确认这里面是明觉那孩子。皇，是属下亲自结印的，木甲自大元军营中爆出，属下摸过，确定是个孩子。只是这孩子似乎没了气息。听着干嘛？给我拿刀划开！下人们听令，举着刀冲着被子划了下去。是哪个孙子耽误爷爷我睡觉？等爷爷出来，非敲断你的狗腿！系统努力回想以前听过的脏话，扯着嗓子，语气生硬地喊了出来。气势上他不能输，至少确定是孩子。没想到这大元的太子殿下是这般教导自己孩子的。这孩子还活着，那这几日他不吃不喝，如何挺过来的？余黄看着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旁的人，赶忙道：见过大师。果然是他，宿主第一次就猜对了。嘿，来活了。孩子带来了。是，这一次很顺利，那里便是。很好，将他带过来。余黄一个示意，这一次不用别人动手，系统一个鲤鱼打滚站了起来。嘿，那孙子，爷爷我出来了。他这一露面，把人都吓住了。嘿，孩子。余黄更是被吓得倒退两步，死死地看着那个犹如被浸满墨汁的人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他当初听闻滦州传来的情报，只知明觉的孩子肤色有异，哪知会是这般有异。大师，我不知道他是这般模样，可能抓错人了。这般怪异的孩子，狗东西，你说小爷坏话，我哪里怪了？我这是健康美。说完，他撸起袖子，腿向着后面蹬了两下，作势就要冲上去干架。他今天非得将他们揍成猪头不可。然而一旁的大师，他不敢置信地闭了闭眼，再次凝目望去，嘴角不停地翻动着，脸色又白了一分。怎么会什么也看不到？不可能啊！他不信命地再次去看，系统却已经犹如小牛犊子般冲了过来。几个下人忙去拦着，然而接触瞬间，一个个猛地被顶飞了出去。拦住他！这黑孩子怎么这么大劲儿？下人听令一涌而上，近来在军营也不是白混的系统，双手握拳，没有招式就是冲，双拳带着电流，但凡碰上之人都是一阵颤抖，一路不带停的冲到了余黄和大师面前。狗东西，想害我家崽崽，别以为你换了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，还大师，不就是那狗屁道长吗？明天就送你去见阎王。余黄犹如看怪物一般盯着他，连连往后退。只见方才那还不曾动作的大师猛地打出一道虚影，系统没有丝毫感觉。然而此时脑中一声咆哮，瞬间吓得他一个机灵，身子僵了僵。大师见他这反应，满意点了点头，再如何奇特也终究是人。看似被制服的系统，此刻脑中却是另一番场景。系统，听我说，现在不论你在哪儿，不要让别人发现你的异样。那人不简单，你虽有本事去治不及他，若没有一击将人杀死的把握，就不要冲动。要是这次让他逃了，他会更警惕。宿主，那我要怎么做？没事儿，你就待在那儿，我很快就来。多余的话都不要说，多说多错，沉默。系统得到指令，瞬间有了主意，双目一闭，晃晃悠悠地倒了下去。大师看着地上的人，若有所思。将人看守起来，不可让人跑了。这孩子我有用。是，还是大师您厉害，一出手就解决了这乖孩子。大师淡淡一扫，盯着那张黑黑的面容，燃起了兴致。从他刚才的话中，可知这孩子清楚他是谁，并且知道的还不少。
与苏锦有关的孩子，这是他唯一看不透的人。若不是方才那符对他有用，他还当这是个妖物。想到此，不乏虚晃，很快便消失在了原地。交代完系统的苏锦拧了拧眉心，他现在不担心系统的安全，倒是担心他一个抖机灵，什么话都往外冒。若是那人被他弄死了也就罢了，若是没死，想到此，苏锦的心沉了沉，也不再同明觉温情了，侧身道：他没事儿，我现在去找他。乖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明觉神色复杂地看着他，他想，他知道他们是如何联系的，以前他经常独自发呆也是如此了。两个人竟能在心中对话，随时随地都可。他们之间他是什么？不知为何，他现在很想知道这个答案。他不是人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他想了想，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系统这个名词，脑子一转，他就像铁器金银这一类的成了精，有了人类的身体。刀精。苏锦看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只当他是明白了，点头欣慰地笑了笑，觉得他家夫郎果真聪明，交代了几句，心中有忧虑，他也没多待，抱了抱男人，转身便走。片刻，他想到男人那一闪而过的异样，终是不放心，又倒转了回来，看着明觉，认真道：在我心里，你才是与我心意相通的那个人，无论何人都不及。明觉抿了抿唇，眉眼舒展，轻声应道：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夜幕降临，系统用他炉火纯青的昏睡技能骗过了所有人，手掌一阵摸索，一群小东西飞了出去，身上的绳索骤然断开。很快又听咔嚓一声，牢门大开。看着门外还有几个看守的人，系统摸了摸自己的小黑脸儿，得意一笑，正大光明顺着暗处的角落溜了出去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能有什么动静？你快回大爷好怪。那应该是我听错了吧？系统听两人这话，心中哼了一声，拐出了牢门，漫无目的到处瞎转悠了起来。今夜皇帝可写了，唉，这一夜又要折腾了。前几日引荐都快好了，这又要我说，就是这皇陵阴气太重，也不知皇怎么这般想不开，好好的皇宫不住，却在这里住下。你可闭嘴吧，要是被听见了，我们俩都得倒霉。你瞧我这嘴，不说了，走，皇还等着呢。两人也没再说话，脚步极快地向前走去。系统站在转角，看着路过自己身边的人，一脸兴致地跟了上去，他要去看看。皇，要奴才去传神医过来吗？不必。他如今这模样，除了大师的药，谁也治不了他。下人们端着汤药走了过来，恭敬地放置一旁，低头往后退去。皇，药好了。一碗药下去，面不改色，似是习惯了一般。大齐这事进展如何了？皇，一切顺利。大齐三皇子手段不差，为人也够狠，很快应能听到好消息。还有那黑孩子的事儿，派人去栾州探清明觉的孩子是否在栾州，孩子与我很重要，不可再抓错。是。系统蹲在角落里同苏锦重复了一遍，自个儿却没想明白。宿主，他要干啥呀？苏锦快马加鞭，正在赶路，看着远方，双目盛满寒意。你多注意，他说的话都传给我。好，放心。系统虽然不明白这人说什么大齐三皇子，但是他听清楚了，这家伙要去抓崽崽。他看着那人喝了药躺了下去，面色缓和，一副安然欲睡的模样，他筒子如何能忍？呸，狗东西，想睡觉做梦。一群蚊虫从他手中窜出，乌压压一小片，一股脑全扑向了床榻上的人。下人们听见响动，想要阻拦之时，已是来不及了。皇，快躲开！系统满意的看着里面的混乱，笑得好不得意，一阵风似的窜了出去，丝毫不顾忌的放声怪笑着。来人，有鬼啊！夜晚，整个皇陵都躁动了起来。你们去那边看看。你们跟我来，都给我好好找，是何人胆敢在此装神弄鬼？找吧，要是能看到你统爷我，算你厉害。
筒子十分满意的听着身后一阵阵敲打呐喊声，心里猛地吹了个口哨。刚休息下的苏锦揉了揉脑袋，咬牙道：系统。他怕这家伙出事，一直没切断联系，现在只想冲到他面前，给他脑瓜子狠狠来那么一下。对不起，我忘记你是要睡觉的人。哎，宿主，你尝试过夜跑没有？下次我带你啊，贼带晚，我还有配乐呢。嘿嘿嘿，我明天还来。苏锦一听这话，黑了脸，啪的一下断了联系。系统啊，你给我等着！宿主。系统不死心的唤了2声，见没人理他，头一扭，昂首挺胸的走进了地下监牢。打开门走了进去，还贴心的给牢门锁上了，仿佛没有出去过一般。有查到是何物吗？皇，有人见到，说是一道影子，没有头。不是，奴才看得很清楚，是一张嘴，没有身子。一群人哆哆嗦嗦回忆着昨夜恐怖的一幕，七嘴八舌，越说越夸张。给朕闭嘴，滚出去！他气息上涌，重重的咳了起来，整张脸更是痛痒难耐，控制不住的用手去抓。皇，不可，你忍住，神医吩咐了，不能抓。余皇拿起一旁的茶盏，全砸了出去。大师刚至，茶盏飞溅而来，他一甩袖摆，生生的打飞了出去。他什么也没说，看着座上的余皇，眼眸却更淡了几分。大师，我不是冲你，只是我这……大师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大师不动声色的后退一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又递来了一玉瓶。带我去见那个孩子。好。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余皇也不顾脸如何难受，激动的亲自在前带路。宿主，那俩狗东西来找我了。他问你什么都不要说。放心，我懂。大师，人已是一夜未动，您放心。大师上前看着双目紧闭的黑孩，手一动，打出了一道什么。宿主，他好像给我施展了什么，现在正一动不动的看着我，我要怎么办？睁开眼。系统也不问，乖乖照做，慢慢悠悠地睁开了眼。你和苏锦什么关系？系统翻了个白眼儿。你不说我也知，他与你关系极为亲密，你与世俗不相容，他为你掩人耳目。你告诉他，我若拿你换他一样东西，不知你值与不值啊？好孩子，我可助你脱离世人的眼光，换了这一身肤色，只是需要最亲密之人助你。系统的笑容差点维持不住。狗东西，你知道这皮肤花了我多少任务点？你竟然想给我换了？我筒子上上下下最贵的就是这一身皮，呸，缺德玩意儿！系统心里气呼呼的，也不笑了，眼睛一闭，不看他了。大师连翻几句，却丝毫没有得来回应，盯着那张黑黑的面容，怔怔的看了半晌。无论他如何掐算，都是一无所获。既如此，将他一起带上。您放心，严寒。他只说了一个名字，余皇却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这要是我将严寒引来，要开始了吗？那谁来代替我？可那3个孩子还未捉到。大师什么也没说，定定地看着他，目光无波无澜。大师，你会活着。他知道。他还想着如何解释，原地却已经没了人影。苏锦听着系统脑中的转述，愣了一瞬，思绪快速翻转。我明日便到，找一找有没有我们之前烧过的那种树。好，我今晚还要去跑步，等着，我给你找去。别太嘚瑟，谨慎些。系统也没反驳，暗搓搓的等着夜晚的到来。我筒子是属于黑夜的。明觉看着手中的防护图，扫了一眼，提起笔，丝毫不差地绘制了下来，折作2份，装在了密函之内。报，殿下，出事了！何事？殿下，冷将军那受了刀伤的手臂，不知为何，今日一早疼痛难忍，如今已现溃烂之际。大夫言道，必须要尽快截断才可保命。佐伊擦了擦额角的汗水，心中也是急得不行。冷将军一生戎马，如今受此重击，实在令人心痛。日后怕是……现正是攻打平崖关之际，本是冷将军领兵前往，却出此意外。那这一次，谁人领兵出行？明觉撩开帘子，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汤药味，一声声痛苦的闷哼传了过来。
末将参见太子殿下。冷将军无需多礼。明觉细细地看了眼他黑紫色的伤口，眼中若有所思。可知其因？太子殿下，冷将军这手臂伤本是小伤，用的也是军中最常用的伤药，属下绝无用错的可能。你们可有解决之法？殿下，属下无能。冷将军之状似是中毒所致，毒发前毫无迹象，现在再寻的解毒之法已是来不及。过了今夜，若是再不动手截断，怕是性命难保。殿下，我忍得住。程大夫，你来吧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，别开了脸，往嘴中塞了块东西，死死地闭上了双目。将军，一旁的将士个个眼眶发红。确定是毒吗？解毒之后，你可能保住他的手臂呢。毒解了自是可以，只是殿下此毒，属下现今毫无头绪，冷将军怕是等不了。给他服下。殿下，这个是……这莫不是太子妃悬赏令上的解毒丹？对，我怎么忘了？太子妃这般宠爱殿下，这解毒丹怎会不给他备上？明觉淡淡的应了一声，朝着常大夫示意。殿下。一圈人通红着眼眶，全都盯了过来。他们自是知道太子妃悬赏令之事，哪想还能亲眼见到。冷闯拿掉口中咬着的东西，有些发怔，抬眼看向太子，起身就要跪下。末将谢殿下，但此物乃太子妃赠与殿下保命之用，如此珍贵，臣不能受之。冷将军为我大元镇守边关多年，劳苦功高，何物你都受的。他缓了缓，接着道：你无需多虑，这药太子妃为本殿备下甚多，本殿不缺。明觉没有再说，眼神示意常大夫上前。常大夫连忙应是，忍着激动取来水，亲自为他服下。谁人也没离去，一动不动地盯着瞧。不多时，只见冷闯面容舒展，脸色也不似方才的苍白。神了！殿下，冷将军伤口的黑紫之色消退了很多，待在下将那腐肉去除，上些伤药，再养些时日，这手应是保住了。太子妃出手这等神药，竟真的可解百毒，如此珍贵，定是稀少。太子却舍得拿出，实乃……谢殿下，谢太子妃。谢殿下，谢太子妃。明觉点了点头道：好好养伤，此次平崖关一战，本殿亲自领兵前往。殿下，末将可以，我老君也可带兵。明觉摆了摆手，止住了身后的话音，转身离去。殿下，冷将军虽然有伤，但秦汉秦将领也可带兵，您无需亲自前往。秦汉实力尚可，但智谋尚缺，此战事关重大。大齐即将上位的王同大虞国君私交甚笃，大元家于两国，准备一番，明日启程，我自有打算。是。还没消息传来。皇，暂无，您放心，今夜已做好准备，不管那是何物，只要出来，定将其拿下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就在他以为今夜应是无事发生，他双目刚刚闭上，只听咚的一声巨响，一块巨石从天而降，重重地砸在了床榻侧方。系统向下瞄了一眼，得意一笑，转身跳了下去，看着漆黑的夜色，抖了抖腿。我来喽！哇！那个东西又来了！声音在这里，快出手！抓到没有？没有，这里什么也没有。一阵喧哗，整个皇陵再次热闹了起来。系统跑得带劲儿，却也没忘了苏锦交代的事儿，一边飞窜，一边细细地扫着，连木下都没放过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：书在哪儿呢？他不知怎么的穿过了一条小道，越走越偏，耳边的声音也越来越少，像是与方才的喧哗之地隔绝开来，走入了另一个世界一般。左戳戳，右瞧瞧，也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，连棵长得相似的树都没找到。白天他可是同宿主拍胸脯保证了，找不到，宿主又得笑我吹牛了。哼！他深吸了口气，像是在全身发力，向更远处看去。咦，原来狗东西你住这儿啊！
高处的山崖边，蒲团上静坐的白须老者豁然睁开了眼，环顾四周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谁？出来！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寂的回声，伴随着几道昆虫的嘶鸣，再无其他。方才是错觉，他精修道家之法，直觉最是灵敏，望着仿佛触手可得的星辰，手下翻转，几枚铜钱掷了出去。看着这一副凌乱的卦象，他不死心的再次一抛。怎么会？系统看他一次次的抛着手中的东西，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他站在山脚下犹豫片刻，最终也没选择走上去。他早已看遍了，那狗东西住的山顶也没有种那树。难道我家宿主猜错了？明天宿主就来了，我筒子却一件大事也没办成。哎，就在此时，他看见那大师速度极快，直奔山脚而来。系统表情丧丧地瞥了一眼，敷衍地往暗处藏了藏，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他以为这人也像旁人一样看不见他，谁料忽来的一句话让他懵了一瞬。你是如何找到这儿的？还想炸我？哼！大师直直地朝他走来，黑暗中像是能看见一般。说话！他真能看见我啊？嘿，去！你要我说，我偏不说。刚才是你在看我，你的本领很特别。他说完，迅速出手捏住了系统的衣领，提着人便走。既如此，那便留下吧。也许这个孩子比任何一人都合适。你带我去哪里啊？喂，我说你温柔些，你把年纪了还这么粗鲁，我这衣服很贵的，你赔得起吗？大师充耳不闻，提着他一路疾步来到一处八卦阵下，将人丢了进去，转身盘腿坐下，不知鼓捣了些什么，身旁静得可怕。系统看着他从身上拿出一节节树木，瞬间双目泛光。哇哦，原来藏在身上了，嘿嘿嘿，找到了。筒子，昨晚跑得如何？半晌也没等来回应。筒子睡着了？像是消息延迟了一般，一道哭哭唧唧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宿主，他想将我做成傀儡，不过我终于躲过去了。嘿嘿，他还以为成功了呢。你被他捉住了？对，我找到他老窝了，也找到那树了，不过都被他收在了身上。那东西好像没有多少了。苏锦伸出了口气，状似夸奖的咬牙道：“很聪明，我很快就到。”我也觉得自己很棒。苏锦也没再说话，手一挥，坐下的马飞速窜了出去。申时已过，大师看着枯枝一点点燃尽，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，转瞬看着依旧昏睡不醒的系统，眼中带着几分犹疑。这个孩子同他人是不一样的，这醒来的时间也定是不同。就在他伸出手正要将人提起之际，咻的一声，一道闪着火花的箭矢猛地划过。大师一个闪身避过，他目光一聚，望向前方，目光死死定在那远处人影身上。昏迷的系统兴高采烈地给他家宿主鼓起了掌。他来了，他带着火箭筒来了！我这系统出苹果汁精品。哇哦，宿主换的这火箭厉害了！宿主再来！接二连三，几道箭矢已是射了过来，丝毫没有给那人反应的机会。大师面无异样，侧身躲开一道道飞箭，嘴角还含着一丝笑意，看着远处，目光淡然。我列阵在东，会逢人生杀；我列阵在西，是鬼魅明杀；我列阵在南，手心底越发；我列阵在另一侧的大师手腕翻转，箭矢身前猛地停了下来，刷刷几下，箭矢掉落来。苏锦见这一幕，非但没有停下，反而勾唇一笑，手下不停依次射出几箭，却在最后一支箭矢上多看了一眼，眼中带着阵阵寒意，素手轻轻一放。大师看着源源不断的箭飞来，面色越来越沉，手上一阵翻转，动作越来越快，飞箭同方才一般，随着他的动作一个个停在身前，掉落而下，一道带着金光的箭矢混在其中，直射而来，刀书打出，二者接触瞬间，金光大盛。他捂住胸口，一口血喷了出来。变故突然，他想避开之时已是来不及，
就这般生生的瘦下了。大师不敢置信的抬头看去，远处的早已没了人影。苏锦，出来！无人回应，压下喉咙的星意努力平和道：苏锦，出来，不许装神弄鬼。大师凝目望去，个闪身将地上躺着的人抓在了手中。出来！啥？我就一吃瓜群众，抓我干嘛？还能不能好好的看戏了？都说了不要提着我，这狗东西又拽我衣领，我筒子不要面子的吗？你去将苏锦带来。宿主，那狗东西又提着我呢，他命令我要我将你带来。还没等苏锦回答，有了个想法。我要不要假装答应他？不要动。话音刚落，苏锦已是出现在了眼前，昂首阔步一步步走来。待看到大师手中提着的人时，脚步一顿，故作慌乱地看了一眼，似是不敢置信系统竟被他抓了一般，强装镇定，眼中的惊疑一闪而过，却还是被大师瞧了个正着。金云道长好久不见了，可让我好找啊。他果然在意这个孩子。宿主，你为什么这么吃惊？系统只觉自己小脑袋瓜子又不够用了。别闹，好好做人质。哎，好嘞。告诉我，那剑上的东西你从何而来？仅一道金光便将他伤及至此。哦，你说那个呀？他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却什么也没说。这个孩子你也不在乎？什么孩子？我不认识。是吗？那我送他离开。说罢，掌心伸展，就要向着系统袭去。住手！放了他！我说，你问我什么都说，不要伤害他。你没有和我说条件的资格，告诉我那是什么？在那夜黑风高的某一天，我无意摔下山崖，本以为必死无疑，谁料得遇一老人，他见我冰雪聪明，天资过人，临终前非要收我为徒，传我武功，赠我武器。这东西便是在那处山洞得来的，被我做成了剑矢。这说出来谁会信？在侮辱谁呢？真是不走心，别人会信才有鬼呢。然而青云却是一脸若有所思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我说完了，你放了他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要伤害他。这一次是我说了，我随你处置。长叹了口气，带着股赴死的决心。只是在死前想问道长你一个问题，不然我们便一起死吧。青云面无血色，紧了紧手中的孩子，盯着他没有说话。我自认未得罪道长你，敢问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出手要害我孩子性命，目的何在？你不该存在，你的孩子也不应该存在，你们皆是异端，你与明觉皆是早亡之相，而那3个孩子更是不应该存在世上。这个世界因你们出现了偏差，若是没有他们，一切都会顺利。这个世界一切的祸乱，皆因你们而起，便由你们终结吧。那你呢？为何要这世界恢复正常？你想如何去做？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这是我临死前唯一想要的答案。我想一切如常，想这世间再无异端，只要你们消失便可。这世间最该去死的是你！青云似是没想到他会突然出手，带着手中的人急速向着一旁掠去。你不在乎他，岂如此？转而低头看向系统。好孩子，他既不在乎你的生死，你便去将他杀了吧。系统两眼发直，愣愣地点了点头。青云满意地将人松开，直直地看向面色惊疑的苏锦，唇角带着一丝笑意，一只黑乎乎的拳头毫无预兆地砸了过来。青云内伤未愈，又受此重击，抽搐着往一旁歪去。狗东西，你统爷陪你玩玩罢了，你还当真了？惊喜不？不知道你了，快！一群散着金光的飞虫蜂拥而至，瞬间将盘腿调息的老者包围了起来。宿主，你这次是下血本了，冲，弄死他！青云虽是重伤，丝毫不惧，一道符打了出去，贴着金符的飞虫急速旋转，犹如形成了一道光圈，将人围得密不透风。打出的符瞬间被挡了下来，寻不到一丝逃离的缝隙。
苏锦特制的箭矢却毫无阻碍，在他还未反应之际穿了过去。这一箭为我家太子，我要你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道术无处可用。呀，苏锦，他怎会有如此多的精品道符？你这些东西从何而来？你是谁？不可能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能织出这一箭？为了我家崽崽，我要你尝尝那万重噬心之痛。说完，手下一松，带着毒汁的利剑犹如脱缰的野马飞了出去，正中腹部。这一剑为我，为这天下，我要你死！一道寒光直逼青云脑袋而去，他看着飞来的利刃，心中有一瞬间的解脱，眼角还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。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苏锦，似是说了2个字，之后便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幕，再无声息。平崖关，虞国大将祁连早已在此等候多时，连连几日不见援军前来。他站在营地前来回踱步。来人，将军有何吩咐？今日前方可有动静？将军，并无。但据探子来报，近来大元对外出动了不少士兵巡查，依属下看，应该是做了发兵准备。将军可要再多做些准备，我们这一战赢面不大。之前那一战，大禹损失惨重，这般之下却得来了皇的嘉奖。他不知道将军到底要做什么，竟要拿将士的性命去做赌。按计划行事，无需做其他的。他心中又何尝不痛？那些都是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但终是皇命难违。皇帝命他拿几万将士性命作赔，仅仅只为让那大元太子步入平崖关。他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能令皇信誓旦旦留下一国太子。现在整个大军士气低迷，已是无力抵挡大元再一次进攻，他们退不得，进不得。祁连看着帐外的士兵，目光怔愣。是我对不起将士们。戎马半生的一代将领，似是被压弯了腰。这平崖关若是留不下名爵，那将是他们所有人的埋骨之地。殿下，再有1日便到平崖关了，那里多是山岭，属下已命人前去探查。切勿打草惊蛇。名爵翻身下马，手一挥，原地扎营。大禹退兵，冷闯受伤，一切的一切全都指向了他心中猜测的。殿下，您吩咐的事已妥，大禹派出的探子，属下命人放行，未阻拦，想来也快将消息传回去了。秦将军已带兵出发。名爵点了点头，若是之前心中有疑，他会派人查探，多做准备，但同样的，他也会一探到底。如今他心中回荡的唯有那人含笑的眼眸和最直白的话。若是明知山有虎，还偏向虎山行，那不是英勇，那是傻，是脑子有坑。不论前方敌人的手段有多深，只要你不去，不给他机会，他就打不着你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他说过，所以他记下了。男人似是想到什么，转身吩咐道：在此多留几日，派人去寻朝阳花子，太子妃喜欢。说完也没等他回复，转身离去。殿下这情绪怎么比天色还无常？左一看着他的背影，认命的带人去找那什么朝阳花。报，将军，平崖关外雁岭之地探得援军痕迹。谁人领兵？可知现今到了何地？将军，这一次领头之人并非冷闯，也不是秦汉，虽是没看清，但是依身形看来，像是大元太子。好，再探，务必确认无误。是。悠悠转醒的余黄不知他的靠山已然倒下，此刻虚弱地躺在榻上。找到那东西了没有？皇，那东西昨夜出现后便再无动静，已从外调了御林卫前来捉拿，今晚定不会让他再逃了去。余黄张了张嘴，想再说什么，喉咙发痒，猛地一阵咳嗽。苏锦和系统躲在外间嗤笑道：这还是个病秧子，被人折腾成这样，也是可怜呀。宿主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我可是想揍这家伙很久了。动什么手？当然是将他狠狠修理一顿，让他惦记我家崽崽。哼！别，这人死不得，你可别再折腾他了，我要他活着。这人活着的价值要比死大多了，况且还有事儿想问问他。童子，你去将人引开，
越混乱越好。还在往里面暗搓搓偷看的系统，随即迅速反应过来，身子一转，嗖的一声就没了黑影。苏锦转了转手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室内。你是何人？大胆！大师的事你知道多少？苏锦。余黄自是认出了苏锦，他私下收集的情报多是关于这个女人的，又怎会少了她的画像？你的大师已死，无人能再保你。接下来，大师死了？他似是想到什么，惊叫一声：“不会，大师不会死的，你骗我！”